工地正在施工，很多物资每天运到这里来。昨天晚上7点钟，我们到达了大别山医疗中心，一下子就收治了从黄冈市其他医院转过来的一些重症的患者，感觉到压力比较大。在完成了基本的医疗处置以后，时间一看就已经到了夜里的1点半。我是湖南第一批原医疗队的队员，来自苏州市中心医院呼吸微重症医学2科的屈延平。我现在在我们的病房污染区，这就是我们整个病房的通道。然后我身上穿的全部是防护服，已经工作了4个小时，眼睛都看不到了，眼睛上面都是污水。平时正常的护士站区域都是相通的啊，看到没有？它有一个玻璃板。为了保证我们医护人员的安全，里面就是清洁区。我们平时这样日常工作，面对面都听不到对方讲话，就是在这样交流的。对我干嘛？只能通过这种小灵通手机。和紧急情况下，我们还可以写纸，提示对面同事看一下，再到后面那个清洁区的护士站开1组。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，还要来领物资。这栋房子还没有建好呢，灯还是在闪。我现在在隔离病房的一个重症监护室里面，这是我们重症医学科的王嘉明，他正在为病人进行治疗。这个病人病情比较重，他是气管切开的。护理一个气管切开的病人风险是非常高的，因为观察病人的气道、气痰、痰液会溅到身体上。不死直接暴露的风险是很高的。现在我们正在给病人进行肠的营养，因为这是个重症病人，不能进食，就靠喂管。在我们的护理操作中，采取咽拭子的操作是非常危险的，所以它需要3级防护，戴了面屏。因为病人一直在咳嗽，所以喷就是物很容易溅到医护人员的身上和脸上。为病人采取咽拭子之后，再次进行核对。这只是短短的1上午的时间。我已经从隔离病房出来，大家看一下我的脸，还有额头，头发已经湿透了，里面已经都湿透了，已经憋得不行了，让我喘口气。我们下班了，在回酒店的路上。Hello， 我下班喽，大家还要上夜班哦。来，朱老师，朱老师累的都讲不得话了。路上根本没有什么人和车。这是呼吸2科陈娜，该为患者进行雾化液的配置。等一下，他就要给患者进行雾化吸入的操作，在我们护理操作中也是一个比较容易直接暴露的操作。他们每天这种操作要重复几10次，甚至上百次。有年头呀，现在8点半出来呀。由于我们陈娜老师个子比较娇小，所以她穿的防护服比别人大很多，所以她行动起来比别人更加困难，更加费力。但是从来不会因为防护服的局限比别人少做事情。我们不仅要完成患者的基本治疗，还要关心患者的生活和心理情况。中午时分到了，为病人发放饭菜，照顾病人的生活饮食起居。有的病人想吃水果也买不到，郭熙老师就把平时自己每餐花的水果摘下来送给病人。这个本来就对你这个病是有帮助的。好了。我们观察的一个爷爷就处在一个心理焦虑、睡不着觉的情况，因为我们是隔离病房，他们看不到家人，不能与到外界沟通，所以特别焦虑。我的同事王佳明就特意给这位爷爷申请了安眠药。安眠药昨天晚上吃了，睡得好，睡得好。你这样子打完吊针了以后，就是在这房间里稍微活动一下。
锻炼一下也会更加康复的快一些啊！加油啊！好好好。为了减少交叉感染，他会把热水瓶放在门口。我们看到这热水瓶以后，就去开水间打。依然给它放在这个地方，患者会自己来洗。现在我们病区根本请不到卫生员和保洁阿姨，所以我们跟队的院岗老师们就主动承担起卫生员的工作。我们还开玩笑的讲，这么高级的卫生员，肯定能保证我们的医护人员零感染。每天要清洁病区的垃圾，并将垃圾运送出去。这是我们郭琦老师正在清理病房的垃圾。虽然我们平时的工作很繁忙很辛苦，但是最近有不少好消息传来，全国各地有很多的病人治愈出院，我们这里也有很多病人好转准备出院。相信这次疫情很快就过去的，我们一起加油！加油！